当年一别，曾言施主必察难解，仅10年光景可度，今至于1年期，施主心结可解，不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，与众共寻救命之法。出家人不大狂语，李施主还年轻，何必便宜了阎王爷？狄飞升，你到底在哪？哎，我说你这人，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，一转头人就没影了。还好我聪明，知道你溜回来了。哎，你刚刚这烧什么呢？啊，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本少爷罩着你。你逃婚离家，被斩断了财源，风餐露宿，又狼狈四窜，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？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？我话不能这么说，都是互相帮忙嘛。哎，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，都是什么交情啊？人在江湖走，都得靠朋友。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。我说你这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，跟谁都没脾气似的，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，谁也不愿意亲近，这样可真不好啊！你老是一个人，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，这得多无趣啊！收着给你的吗？嗯，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。嗯，还行还行。哎，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，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，肯定更好吃。哼，算你还是个实话。那当然，本少爷在京城吃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。怎么样，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，又能吃又能打，长得还帅的搭档，一起闯荡江湖，岂不是快哉啊？打住啊！一起破案这件事情，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就搞不清楚了，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？那是当然了，四顾门不在了，我师父也失踪了，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，更何况现在狄飞升大魔头还没死呢，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。这个做人呢，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。或许这个李相夷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。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爱泼人冷水。我跟你说这么多，是真心把你当朋友。你怎么能？安神香，好好的睡吧。李相夷根本不记得这些，也不会再回去。做人别太认真了，傻小子。车呢？李莲花，你又把本少爷扔路边！听闻普除山最近出了件怪事，7具无头尸来得甚是蹊跷。比丘已经派人去调查此事了，应该没多久就会有消息了。方多病啊，正在附近，肯定免不了也去掺和。咱们暂且等待消息便是。哎，对了，前些日玉城一案撞上狄飞升现身，听石水说，当时还有一人。李莲花，查过此人来历吗？李莲花，年纪不详，出身不详，拥有神秘的莲花楼一座，医术如神，在玉城一案破解关键处起了不小作用。只是此人瘦弱胆小，偏爱离群索居啊。江湖上不缺游医，无甚可奇。哼。